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的来线上共修。疫情还是十分的严峻，疫苗还是非常的短缺啊。现在到今天为止呢，全球死亡人数378万了，确诊呢17500万了，这是数量又突破了，又增加出来了，一直在攀升啊。全球人类呢还要继续接受大自然的教训跟教育啊。我们还是一样继续的虔诚祈祷啊，祈求疫情的早日消弭。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6集啊，今天有11题的提问啊。那从第1集到今天第6集呢，我们总共已经回答了60题的问与答。那一集一集的累积下来呢，可以说这个集数也蛮可观的到60集了啊。我们没有预设目标啊，有就讲，没有就不要讲啊，适合的就讲，不适合的就不要讲，原生就开讲，原灭就不讲啊，该讲的没讲啊，不该讲的讲啊，这样呢就会文不对题啊，就是鸡同鸭讲啊，如此呢也会很难引起回响。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是顺利境界都能靠现成或固定的公式来套解的话呢，那就好像生病吃药一样，那么简单呢，有什么好烦恼的对不对？事实上呢是没那么容易啊。问题造成的烦恼，如果那么容易化解的话呢，那这已经是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啊，因为他可以把问题呢变成菩提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人的了是佛了啦所以一场演讲一场分享的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演讲者或说法者的口才，或他对佛法道理了解的深浅不是这样子，而是完全在于说法者或者这个演讲者呢对于听法者心理的了解跟需求及他对这个听法者的根基的认识这才是佛法教化的力量，因为能够对机才有教化的力量嘛，才教化得起来嘛。所以说法必须在2个原则上呢做到恰到好处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呢，完全符合正信佛法的精神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呢以法为依归了第2个条件是什么呢？完全因应说法的时机完全因应说法的时机若是只是符合教法，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却不符合听法者的需求，也不契合听法者的根基的话呢，那这样的说法就不好，也不合适了，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不对机的这个是一个说法要维持2个原则，就是这里所以你问我答要你心知我心，或我心知你心，要一拍即合，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呢，我是尽量每一集呢，我都尽量把回答的或者是分享的这个用词呢，把它生活化跟口语化不是句句斟酌，而是字字斟酌那目的就是希望说，所回答、所分享的解说呢，大家都能够什么一听就懂即闻即知的意思了才不会呢听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所以每一集的读书会呢，我是尽量避免佛言佛语而是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化为可以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甚至用庶民的语言来表达其实呢里面一样都是佛法下面就是一句顺口溜跟大家来分享各位一听就懂了
人生问题啊，千万种啊，人生疑惑呢，万万难。心疑其问题，心悟则不迷。转进乃心悟，进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变菩提。啊，看起来好像是里面好像有很多佛理在里面啊，但是用词的是很生活化、口语化啊，大家都可以看得懂啊，应该也很容易去理解里面的意义了哈。好，我们时间宝贵，现在就开始来今天晚上我们的问与答啊，有11题了哈。第一题，对于癌症末期患者，应该给予怎样的关怀？啊，这种问题是人人都会碰到的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什么临终关怀了啊，这是每一个人呢事先都要建立起来的一个观念呢。啊，将来呢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才知道如何处理。啊，不管是别人碰到还是我们碰到，啊，我们才有办法马上拿出来用啊哈。如果呢，病患啊，这个癌症末期的这个病患呢，本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话呢，他应该就会知道，要将平日所学所用的，用在这个时刻了。这是以前我们讲的嘛，你平常有什么样思考习惯，这个时候就油然而生嘛。习惯了嘛，而如果没有那个习惯的话，思绪纷飞，到时候要怎么样去哪里，自己不知道了啊。以前有讲过这个哈，所以如果我们是平常有学佛的啊，或者是其他有宗教思想的人啊，或者有在学习的人呢啊，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他平常所学呢用在这个时候来安住自己的身心呢啊，这是说患者本身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他不管是什么宗教啊，你可以把你的宗教的这个精神啊或者理念用在这个时候嘛。如果病患没有宗教信仰，在病危又身心脆弱之际呢，当然会期待有外力啊，外面来的力量啊，给予什么？给予支持跟抚慰嘛。而最好的临终关怀就是什么？用心陪伴呢啊。如果说还不到临终了哈，他虽然是生病病得很严重，但是还没有到临终之际啊，即使在这个病苦之际呢，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给他讲大道理，而是陪伴跟倾听呐。啊，这些道理呢，平常就要听就要学了，等紧急时呢，再来听可能会听不懂啊，或听得懂，但是呢做不到。其实啊。安慰跟鼓励的话呢，人人都会说，啊，就是什么像什么啊，人家生病啊，病得很严重啦，就劝他说，哎呀，这个要看得开啊，要放得下啊，要了解啊，这是人生这个生老病死啊，因缘果报啊，你讲这些大道理啊，我劝导人家怎么样啊？你要以苦为师啊，你很苦，病苦啊，你要以苦为师啊，你要什么？你要以病为师啊，这些话都是很好的话，没错了。都是激励人心的话了，说来很容易的，但用在这个时候，并非病人都听得进去，也要看时机跟对象而说了哈。其实啊，不要说临终之际去开导别人了，自己平常碰到困境或者人事问题的时候呢，是否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呢？是不是能坦然接受呢？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对，更何况是说临终之际的时候，要走的时候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扪心自问的。我们自己做得到吗？自己都做不到，却要去开导别人，这个是没有说服力的了。不是说这些道理不好，是要看对象、看时机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癌症病人呢，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癌末。家属也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呢，不敢跟他讲。你如果去关怀的时候，你也不问青红皂白，不用心，这个不小心的脱口而出了，会造成病人的不是病死啊，是操心而死啊。本来不担心的，跟你一讲他很担心啊，操心而死啊，甚至被你气死都会啊。我爸爸是淋巴癌，这个是5、6年前了
我一直到他临终之际呢，我绝口不提癌这个字，因为我爸爸还会问啊，我只跟他讲不是很好的肿瘤，他每次问我就跟他讲不是很好的肿瘤了，不是很好的肿瘤跟癌还是有距离的啊，讲癌就已经好像是完了没希望了，不好的肿瘤还可以把它医得好啊，不一定啊。我没跟他明讲，因为我爸爸没有学佛，他如果有学佛，我一开始就会跟他明讲了。如果有学佛的人，此刻呢必须让他平日所学佛法派上用场。你平常学的佛告诉你怎么面对生死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心灵呢？否则你学佛千日是为哪桩啊？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嘛。对，话是这样讲的，有些看起来好像是学佛的人但是他在临命终时也不一定可以提起正念不一定也不一定可以看开放下不一定要看学佛的功夫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刚刚讲，我们平日惯性思考形成一种念头习惯了，而这样子的思考习惯呢，在临终之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正念的思考习惯呢，平常就要去培养了，否则临终之际呢，也会有杂念纷飞要去哪里由不得自己平常是容易看开放下的人呢，临终之际呢，他的习惯是这样子嘛，临终之际他也容易看开放下。平常是随时心存正念的人呢，临终之际他也是什么？心无贪念，意不颠倒，这他的习惯是如此。所以，如果这个癌末的病人是别人，我们就是耐心陪伴，给他临命终时最重要的安住力量，让他不会惶恐。如果这个癌末病人是有学佛的自己，是我们自己，这个时候呢，就要借佛法的力量，让自己提起正念不是去世，是往生靠正念让自己心不贪念，意不颠倒，这样呢才会安详的走了。说来说去呢，都是平常就要准备的了临时抱佛脚，当然好过没有抱佛脚了但是还是太慢了好，第二题，如果家庭不很祥和，要如何来面对？如何解决？问的人没有说是怎么样的不祥和了但一般说不祥和，大概就是父不父啦，子不子啦，夫妻不和啦，子女不孝啦，家人不睦啦，事业不顺啦，三餐不继生活有问题等等贫穷夫妻百事哀也是这样子的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呢造成家庭不太祥和。没有以上这些问题的家庭，就一定很祥和吗？那也不一定没有刚刚讲那些问题的家庭，才不一定是很祥和，不一定的要看这什么缘呢，成为一家人有些是好缘来相聚有些是什么恶缘来共业有些家庭是前几天还很祥和，但是这几天不祥和了，因为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大家意见不合了，所以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成为一家人也是有过去的因缘叫做因缘和合啦。有些家人是互相来报恩嘛叫做共善业，有些则是来什么来互相讨债叫做什么共恶业嘛夫妻父女父子母子母女都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道理嘛。互相来报恩的家庭呢，就会比较温馨祥和嘛。对，我感恩你，你感恩我那互相来讨债的就会怎么样？纷纷扰扰，不得平静你欠我的，我要未来；我欠你的，我要还给你家庭要祥和呢，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心存好意跟心存正念，一个善念，一个正念意思是这样子，心存好意跟心存正念一个人如果心存感恩或心存善意，那当下就代表什么？他是生活在吉祥的情境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心存恶念或心存恨意，
那就是什么？生活在仇恨跟痛苦的情境里。就要期待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心存善意啊，或心存感恩呢，这个会有困难的因为每个人的习气、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尤其没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会更难。要每个人都心存善意、心存感恩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更难无论如何呢，如果想要改善，就要从自己本身先做起了。假如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对不对？家庭不祥和，你从你自己本身先做起。一个好的模范或身教呢，会让家人耳濡目染，久了以后什么受到教化跟影响。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别人因为都住在一起嘛，对，近距离的接触互动嘛，所以一个人他的身份，他的这个模范跟身教呢，会影响一个家人嘛，会嘛？这就是无声说法嘛。虽然他没有跟我讲什么道理，可是我看他的一言一行，对我是一种无声说法也是一种不言之教了时间一久呢，也会潜移默化呢，影响家里的其他人从自己做起如果不管我们怎么样改善，家里还是纷纷扰扰、吵吵闹闹。那除了我们自己以心境去克服环境以外呢，可以尝试以佛号声呢来对治什么吵闹声。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那就以什么？以各自的圣歌不是其他宗教有圣歌吗？对，圣乐或者什么旋律优美的音乐声来扭转不祥和的情境。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也可以营造环境的气氛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你去大饭店那个咖啡厅他会放一些什么优美的音乐，营造那个气氛嘛，音乐的功能嘛我自己每天都会在晨云快走的时候呢，戴上耳机聆听优美的音乐1个钟头又运动又听音乐很享受没有音乐的人生是枯燥的人生这也是一种改善家庭气氛的方便法，放音乐但很重要的是一点是，要期待家庭每一个人都同时改变的，这个困难度很高，所以先不要去要求，先不要去想要改变其他人，从自己本身先改善起想要超越、想要突破或想要解脱的人，就自己先改。即使是家庭其他的人的错，也是你先改。你会说，有没有讲错怎么我没有错的人先要改错的人不用改没有讲错了，自己先改，就是改自己的心念，不要被别人影响我们的心情。虽然家人里面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要被他影响我们的心情。你被他影响以后，你也是不高兴嘛，那脸色也是很难看大家脸色难看，家庭怎么会吉祥会祥和？不可能。对，你生你的气，但是我不拿你的气惩罚我自己，我还是把我的情绪掌控得很好家庭要祥和呢，就要家里每一个人都懂这样的道理，但是不简单不过不管怎么不简单，自己先做起，自己先改善刚刚讲的好，第3题，现实与理想如何做选择？是不是最后呢都要向现实低头？这个是现实生活里面的现实面现实呢刚刚讲现实跟理想如何选择？现实是要我们去把握当下，活在当下，务实面对，这个是现实的意思了。理想呢是什么？是我们要什么？规划我们的未来，计划我们的未来，憧憬未来。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不是绝望的憧憬未来，勾勒愿景。我将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不管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或者志业，我为人群付出，我要做到什么情况之下这个都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所以理想跟抱负呢，就是什么？大处着眼。这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的人生有理想有抱负，这是我大处着眼，我眼光放得很长远现实跟务实是什么？是小处着手。我理想很远大，可是我还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意思是这样的。有前瞻性的未来，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双轨并行的。所以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呢，一般说来也比较无法活在当下。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呢，他也很难去活在当下，因为不能面对就是什么，这就有逃避的心理嘛。或者没有远见或眼光很短浅的人呢，一般说来也是没有什么人生的理想跟抱负的。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有看到这样的人嘛，对不对？他的人生就是什么？就是得过且过了，过一天算一天，胸无大志，没有远虑，所以有很多近忧。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考虑长远啊，所以造成面对很多的忧患、忧烦啊，这叫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啊。所以，与其消极的说向现实低头，这个是消极的心态了啊。与其消极的说向现实低头，不如我们积极的说什么？不逃避现实。一个是无奈啊，一个是积极啊。所以，什么样的心念会造成什么样的命运？还是那一句话啦，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啊。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把这句话拿来实践，不是嘴巴朗朗上口就好，拿出来用，用得出来，派得上用场，那这句话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生活智慧了啊。好，第4题。以前在讲座的时候，有人问啊，他说你说书读得不好，不是生命的全部，那为什么大多数的老板呢，都是先聘请高文凭、高学历的人呢？而文凭学历低的人在社会中往往是处于低下阶层，为什么？我回答他，这个是一个功利社会现实的一面啊。目前就是这样子嘛，对。但是有智慧、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不会被这样子的现实呢捆绑住，他还可以在现实的环境中里面呢，这样破茧而出啊，开创新局。不会被绑在那里，不会。举个例子嘛，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啊，他大学也没毕业啊，但是在他的价值观念中呢，读大学拿文凭只是个面子啊，我有一张文凭，这个面子。他认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智，对社会做出贡献，对人群做出回馈，这才是真正的理智。所以贾伯斯他认为这样子理智比面子重要。他就是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嘛，所以他成功啊，他大学没毕业啊，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思维啦。以前我在随师的时候，有一位慈济医院的年轻的医生呢，他想继续出国深造，要修什么博士学位。那他要向上人告假嘛，我在旁边嘛，我在听上人对他开示。他说：“你要出去继续深造是很好啦，不过人生是这样子啊。”上人他讲得很圆融了啊。他说：“把握现在有机会为人群去付出呢，这个是重要过修读博士，还是要正法先流啦，让你了解啊。当然，我还是祝福你出国深造。不过，人生真正的道理还是要趁这个时候让你清楚。上人这样子讲了哈，把握现在有机会为人群付出，重要过修读博士。然后后面又接续什么？博土比博士更重要了。博土那个士啊，那个士是吧？上面那一横是比较大，下面比较小的博士嘛，就头重脚轻呢，对不对？博土呢，下面是稳稳的，其实怎么解释呢？博土就是什么？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为人群付出的人呐。这种人呢，比学历高的人呢更让人敬重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哈，这是上人对这位要出国深造的医师的开示啊。还有一个例子，简单举2个例子就好。台湾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先生，他的学历也不高啊，
但他的企业很成功，做得很大，曾经是台湾的首富，现在好像首富几个换来换去了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大多数公司虽然都会从文凭去做人选的筛选，人才的筛选，但这些公司的老板不一定都是文凭很高的人嘛，而且呢，文凭也不一定是筛选人才的唯一选项啊。但是是这样子的，老实讲了啊，有较高文凭学历的人呢，总是会有比较多的机会跟优势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啦。啊，然而，即使你有了很高的文凭跟学历，你还是要经过工作中层层的磨练跟考验的。这个时候呢，心智的提升、情绪的掌控、敏锐的观察、处事的冷静、人际关系的建立等等，这些东西都跟你所学的文凭跟学历呢，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这个另外自己还要再学的，就如智慧跟学历、年龄、财富都无关，是一样的道理的。不是书读越高的人智慧就越高，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年纪越大的人智慧就越高，不一定。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嘛。但是呢，这些人格特质呢，刚刚讲的这几个条件人格特质呢，却跟你在职场上的顺利成败是息息相关的。当然，你的学历文凭是一个入门票，没有错嘛。进了门之后，要开始磨练考验，就要你有东西出来了。这个人格特质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几个条件的你有文凭还是要经过这些的考验嘛。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或者成绩很好，但是人缘不好，或人缘虽好，但能力不好，或价值观偏差，这样即使有高文凭、高学历，早晚还是会被淘汰掉的。对，精力很好，但是心智不够，即使没被淘汰呢，在职场里面自己会做得很辛苦啦。有些人呢，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凭，但是呢，人品很好，人际关系也不错，智慧很高，也肯吃苦耐劳，人生观又很正确，所以他这样子的人呢，虽然他因为文凭学历比别人低嘛，对，起步比别人辛苦一点，那好像是输在起跑点了，但最后赢在终点了。不过要注意一点的哈。文凭如果不高了加上力争上游的毅力跟决心也不高了，那当然要成功立业的机会就不会高了，对，这是现实的学历低的人也不一定处处都不是处在学历低的人也不一定是处在低阶层一些大企业老板也都是学历不高而且白手起家的最后成功的学历高的人也不一定都处在高阶层了，也不一定的，学历高的也不一定都是高薪的。你看现在不是有外面很多那个玻璃帷幕的大楼吗？高楼大厦外面是玻璃的吗？那个玻璃久了也会脏要有人去清从里面清不到，从外面清，哇，那高楼这几十层的高楼那个清洗这种玻璃的工人一个月台币是几十万的薪水比部长、院长还高那个薪水这种高薪的工作，超高薪的工作条件，不是要高文凭、高学历，是要怎么样？是要胆量。不是要学历的有人读到硕士、博士学位学问很高，但智慧不高你智慧要高可以，不管是什么文凭、什么学历，你要懂得转识成智。你有学问、你有知识都好，你要把这个知识淬炼成为智慧有些人是学历不高，但智慧很高有一些出家人的确是学历高。智慧也高现在很多出家人智慧硕士博士的出家人很多学历又高智慧又高，但也有一些是学历不高出家人学历不高但是却是一代高僧，所以学历跟成就呢不一定画上等号的啦所以说你不想读书或不爱读书也没关系啦，不会读书顶多是什么不能靠读书吃饭嘛，但还可以凭自己的良好的品德及一技之长
去过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呢？好，答案是这样子啊。好，第5题，常有来不及的感觉，可是身边的人呢，好像不是很重视。例如说了气候变迁的课题已经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态跟品质，这要如何引导跟警惕大家呢？有时觉得大家都事不关己，也视若无睹，很让人心灰意冷，这要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位呢很有心的志工提出来的，他有这个忧国忧民的这个信念呢，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呢，赶快对这个环境啊，这个有所重视啊。我都回答他了，我说自己感觉来不及，他觉得来不及嘛，你感觉来不及，就跟上人讲的一样，你就要赶快把握因缘，积极的去什么承担跟付出。那别人还感觉急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就让他慢慢来。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也没必要嘛。对，你来不及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警惕啊，他急不来是他自己的想法嘛，没办法强求嘛。度不到就是什么因缘未到了这是佛说无缘之人呐。那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及时投入，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别人要不要跟进跟着我们，那是别人的事情嘛。我们只有做到什么，尽量，我们也不是说不管了，不管别人，我们做我们自己，这样也不行。我们还是要尽量邀约他啦，对不对？一半尽其，我们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这样才会随境而安，随缘自在。不是我们不尽力，是因缘不成熟千万不要因为度不到别人呢就心灰意冷，这样心中不喜悦呢，反而更度不到人没有欢喜心的人很难度别人你自己都度不到自己的，自己已经不欢喜的嘛，自己心念已经偏差了，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观念。不要因为度不到别人，自己就心灰意冷，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靠别人度你呢，你有什么能力去度别人？道理是如此的其实呢，我们自己也是尚未自觉跟自度之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有学无止境嘛，对，有些地方我们还没有自度自觉大家都是在成长进步之中只是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有人体悟的快，有人体悟的深，有人体悟的浅这个每个人根基不同，因缘也不同嘛，所以要处之泰然，随顺因缘急也急不来了。好，第6题，我的一位朋友是以鸡童为业，跳童的，还不是那个寺庙那个民间信仰的那个庙里面这个鸡童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呢是以鸡童为业，请问他可以加入慈济吗？可以但是一旦加入慈济当志工，就要透过什么见习课程去学习嘛慢慢去了解慈济他修行的法门，跟正信的佛法去了解，警惕自己。既然加入正信佛教团体，就要什么敬鬼神而远之如果因缘顺利参加培训课程这个时候呢，更需要把正道跟外道呢两个把它分辨清楚并选择正道而从之你既然选择正道了你就不能继续跳童啦，对，因为跳童对正信佛法来讲，那还不是属于正信佛法否则自己还在谈神论鬼，跟鬼神扯不清，如何去向人家宣导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呢？如何去弘扬正法呢？相反的，如果他只想当一个随喜志工并没有意愿呢参与继续学习参与见习或培训，继续往佛门深入了，他没有这个心愿，那就没有以上的约束了没有约束就是说如果你还想当志工欢迎你来你要来一起我们共修，也欢迎你来，都一样欢迎的。只是说
在与其他志工或委员们互动的时候呢，可能会让自己陷于什么道不同难相谋啊。因为你还在跟鬼神扯不清呢，那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呢，这个道不一样啊，这会有这种尴尬了哈。好，第7题，请问您对安乐死的有何见解？一个只靠机器活下去的生命有意义吗？安乐死的观点呢，虽然见仁见智的哈，这以前常在报纸里面大家都有这样子在讨论嘛哈。见仁见智的哈，但目前呢，这个安乐死没有被法律所允许啊，很多国家是没有允许的啊。即使是合法，即使如果他是合法植物人安乐死，表面看来是让他离苦得乐的啊。其实呢，你说让他你认为觉得让他离苦得乐，其实安不安乐，只有这个病者或亡者他自己知道了，对。你认为这样子做是让他离苦得乐，对，但是安不安乐只有这个亡者或者病者自己知道。最重要是什么？生者心安呐，亡者灵安，这是最高原则。如何做到让生者心安，亡者灵安？每一个人生前的善恶造作，都会反映在因果的法则上。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去各自宵夜，好像餐厅吃完了出来要买单。意思一样啦，对，要算账嘛，结完账你才能够离开，一样的意思啦。要自行概括承受。人都是带业投胎，也随业往生啊，业未尽也是走不了啦。时间还没到，你让他走，他就是不走。即使走了，也不代表业尽哦。叫做什么？叫做余业未尽啊。佛陀也有余业未尽啊。再投胎来做人。还是个业报身，因为人就是业报身嘛，继续受业报，也就是今世未了的业障，到了下一世呢，还是要继续偿还呢。不过有一种情形是例外的，如果是菩萨倒驾慈航来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这种情况不一样了哦。这种人他有受报之事，但没有受报之苦。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嘛。你看他生病很辛苦，他有受报之事，他有这件事情示现给你看，但是他本身呢没有苦，有病但是没有苦，这个境界不一样啊，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人生呢，这戏演完了哈，人生的戏演完了，但却不下台所以未下台，却又没有角色可以演，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什么植物人嘛。这是什么？一种延长生命，但是拖延死亡的无奈，不是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苦在哪里？苦在不是我要求生不能的苦，是求死不得的苦啊！所以是痛苦的命运啊，痛苦的生命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生呢，会深自警惕。如果将来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苦报，现在就要赶快行善造福，借他的处境来修炼我们的心念，无常来临之前先做好准备，否则将来也会跟他一样，给自己警惕的。所以呢，对他来讲生命已经没有意义，躺在那里了嘛，也没有品质啊。但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讲呢，还有这一层深层的意义，教育意义在。对他来讲是当然没有意义的嘛，可是对我们有意义，他示现给我们看，感恩他。用这种方法示现给我们。第8题，世上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正信佛法是如何来诠释这类神怪的现象呢？其实研究科学的人呢，比较会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因此呢，也比较会强调什么眼见为信一切讲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了。一般人往往事情呢还没有亲眼看见呢，就很难令他自己去相信了。一般人是这样的，人之常情嘛。但却也有一种，但这个也是一种无明啊。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也是一种凡夫的无明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呢，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就武断的否定这个事实的存在，不可以啊。所以说不能什么，不能先入为主，不要心存定见，净空自己啊。上次讲过嘛，对，心空无见呐，对，这意思嘛。当一个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呢，他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好，我们举个例子嘛，黑暗的房间啊，看不到东西，那是真的没有东西吗？不是没有东西耶，是缺少光线。对，再来，空气跟氧气我们也是肉眼看不到啊，但是它对我们的呼吸跟维持生命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啊，因为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空气跟看到氧啊，你不能否定它，它的存在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嘛。因为你是用肉眼看啊，当然看不到啊。还有了，我们从母亲的胎里出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啊。但没有人会说，因为我没看到妈妈生我的过程，所以我不相信我是母亲生的。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啊，对不对？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啊，在佛法上来说就是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力量，不可思议 ，incredible, unbelievable。无法相信，但是它是事实，就这个意思嘛。不可思议，想不到，想不通，无法理解，这个意思啊。好，例如以前我们讲过嘛，对，佛典里面不是故事描述那个森林大火吗？小鸟跑去河边，用翅膀去沾水，然后呢飞到那个大火上空去，要扑灭这个大火嘛。对，最后这个精神感动龙天护法，下大雨，把这个大火扑灭，不是吗？他强调的是什么？是精神层面。以我们一般的来看，好，你想想，直升机跟消防车都救不了的森林大火，而且现场里面动物比小鸟大的动物都全部都死光了，一点能力都没办法。一只小鸟有什么能力啊？能够做什么？对，我们会这样子想嘛，对。可是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强调的是精神的层面。还有啊，有慈济委员呢，坐计程车300块，去会员家里收一个100块的会费。以前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依凡夫的那种定见呢，去解释它，花300块去募一个100块，那不是都亏200块？啊，不如300块也捐出来就好了，不是比他100块捐的还多吗？我会这样子想的，凡夫的知见呢。还有什么？一个大老板来参加资源回收工作，一个晚上坐到那边汗水淋漓的，才卖几百块台币。我们不能跟这个老板说，不如你不要来做啦，你个大老板，你这样子做成本太高了啦，干脆你捐个几千块出来，对，你也不必做那么辛苦，你也不能这样子讲啊，对，这是净化大地、净化心灵的事情，不能用成本来考量啊，这些事情也是一样啊，对，其实一讲大家就懂了，但是没有讲之前，大家会觉得，好像无法理解。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太强调理性的人无法想象跟理解的事情。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个事情。5、6年前，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慈济的净思堂里面，那时候在盖净思堂嘛，里面有一间的500多个座位的国际会议厅，阶梯式的，那个还有一间的280个座位的讲堂。都是阶梯式的，好像戏院一样的。2间加起来大概有800张的靠背椅啊，好像这个看电影啊，可以靠背，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桌面可以翻出来那种的。那有一个厂商呢，正好是慈济的会员，那让他知道之后，他跟我说：“这我来报效了。”其实这在他们生产的地方成本也不高了，卖出来是很高的嘛。他全部要捐给慈济，然后他开始生产了。产品生产快结束的时候，工厂不幸发生大火。哇！秘书打给我说：“哇，发生大火了，怎么会很不幸啊？东西烧个精光哦，整个工厂烧光光的。”但是老板呢，去巡视现场，火灾过后巡视现场的时候，发现说：“装瓷器那个成品椅子的那个仓库呢，没有烧到。”
其他全部烧到完，成品的、半成品全部烧到完，但是放慈济椅子这个成品这个几个仓库没有烧到，你要怎么解释啊？所以不止老天有眼啊，火神也是有眼啊。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周遭，连我也很难相信哎呀，这个怪力乱神啊，这个谈玄说妙，哪有这么巧的事情？那就是这么巧。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很难相信。但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了我在处理的事情，因为这个老板要捐给慈济的没烧到，因为是属于他要捐给慈济，等于是慈济的嘛，不是他的嘛。其他的成品、半成品不是捐出来的，所以烧个星光。他如果早知道的话，全部捐给慈济，那就剧本就改写啦，剧情当然就不一样啦。不过千金难买早知道啦，对。其实我们凡夫所说的不可思议啊，这几个字呢，对佛来讲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以佛法来讲叫做什么？叫做果嘛，果就是现象，结果、成果，它就是一个现象。有果必有其因，因种下去了就不会消失，所以没有人讲因生因灭，只讲缘生缘灭。有因无缘也难成果，但是有因也有缘，有因也有缘呢，果报才会现前啊。所以佛家是相信这样子的哈，任何现象，无论科学可不可以解释的，都与因缘果报呢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才说嘛，人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你什么宗教都不信也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深信因果，因为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道理在此。好，第9题，这个是几年前发生那个很多这种社会的刑事案件，然后他会问这个问题，他问什么？他说请问对凶手及被害者，我们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他们是因前世所造的恶业牵引，才会有今生的果报吗？指这个凶手跟被害者两个一起的杀人者无论是心中充满憎恨，或是反社会心理的情节，或是心理或者精神状况有问题，都是因为无明呢，而让心灵成为一个火药库即使你不要说这些人有时候我们如果心念没有控制住充满了怀疑、嫉妒、憎恨我们的心灵就是一个火药库引爆之后不但伤己也伤人那这个时候很容易什么冲动、失去理智嘛，造成什么一步错、千步差、终身遗憾。杀人者与被害者过去生所结的恶缘今生今世因缘成熟而果报现前，双方都是属于不幸，这个叫做什么？冤有头债有主，也就是其中必有缘故了，绝对不会说没有缘故的，其中必有缘故，有这样的果，必有那样的因嘛就是这样子。恶缘，杀人者跟被杀者，这种恶缘呢，宜解不宜结了，就是过去生就结下来的嘛，前世带下来的嘛。这种恶缘呢，宜解把它解开化解掉，宜解不宜结，不宜再把它纠结起来。解铃更需要系铃人有正信正念的思维呢，才会懂得随缘消旧业，也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处理的，也才不会造成什么冤冤相报无有出期能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解铃人了。你如果可以这样想，就是解铃人了也就是把结解开，把那个心结把它解开而不是把那个结呢越打越紧，打不开，纠结在一起，捆绑一起，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常常教导慈济人要以爱止恨，犯法者以接受法律制裁，希望他能够尽心忏悔，改邪归正
而社会大众呢，也需要给他自新的机会，让他在忏悔过去的当下呢，转恶为善，重新做人。相反的，如果一错再错而执迷不悟啊，那这样就是什么？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啊！即使被害者要原谅你，法律跟因果也不会饶过你，因为这是刑事案件，不能私了啊。所以被害者以恨无法止恨，应该要从中去了解因果关系啊。今生有被人杀害的果，一定也是有过去生呢加害别人的因啊。了解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以后呢，还要让自己怎么样，能够甘愿接受，不是无奈接受，我甘愿接受，因为我了解道理嘛。上次不是讲是一个道理吗？君子乐得做君子。上次这个以前讲了，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再讲这个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因为君子懂得因缘果报，懂得天理，所以他每天快快乐乐做君子啊。他了知诸佛妙理，他了知因缘果报嘛。所以你还要让自己甘愿接受，而不是无奈接受啊。让自己在原谅对方的宽宏大量之下呢，走出更宽广的人生出来。你会觉得啊，这样讲好像很理想，不会，佛陀也是这样啊。你说啊，佛陀离我们很远，那上人也是这样子啊。佛陀这怎么样的？提婆达多三番两次要害佛陀啊，害死佛陀啊，从山上推大石头下来，要把佛陀砸死啊。阿难跟在旁边，吓得要死，还跑去躲起来。但佛陀呢，心静如水，如不动。碰到这样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因为佛陀了知因果，现在有被人害的果，一定有过去害别人的因呐。缘熟的时候你逃也逃不掉，缘不熟的时候你要接受也接受不了。所以佛陀没有怪提婆达多，甚至还感恩提婆达多。这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好，你说这个佛陀离我们很远，好，那我们讲几年前的事情。7年前，2014年呢，台湾发生什么？台北捷运杀人事件。我看大家都应该这个事情，台湾的捷运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杀人事件4死24伤。一个年轻人在捷运上面呢，突然间拿刀子杀人那大家都在看手机，都没有防备啊，所以死伤很惨重啊，4死24伤啊。事件过了之后呢，上人接见其中一位亡者的父母时呢，为他们开解，说就跟这位他的孩子在这个里面是被杀死嘛。那上人就给他们开示，他说伤者及亡者的家属还有倾诉发泄的机会，并且能得到大家的抚慰跟关怀。但杀人者的父母因孩子个人的极端行为而背负着社会大众的谩骂跟指责，而杀人者的父母呢，也必须概括承受自己孩子的犯行，而终身受到人群的排斥跟责难，却无处倾诉，一切的辛酸跟痛苦必须往肚子里吞。这也是需要我们以同理心呢去给他体谅的。犯错的是孩子啊，但是爸爸妈妈却要去承担呢，对不对？上人也担心这个杀害者的父母这种心，你看，所以这是非常令人动容的开示啊。同理心跟同情心兼具的觉者风范，站在一个制高点，心胸非常的宽大。再讲一个例子，发生在上人自己本身的。40年前，也是1981年1981年的12月，正言上人在金舍接到他妈妈打电话来，电话的那一头呢，上人的妈妈呢痛哭失声。为什么？因为在军中服役的上人的弟弟被打死，面临这么大的伤痛，上人如何劝慰自己的母亲呢？母亲打电话来我们叫他属骂属骂在电话那一头呢痛哭上人不舍得赶紧问这个阿嬷问这个属骂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属骂告诉上人，就是说
上人的这个弟弟在军中服役，俗家的弟弟在军中服役呢，被打死了。这个消息对他们整个家人是一个晴天霹雳啊！为什么会被打死呢？因为弟弟在当兵期间呢，跟他们那个班长一直不和，处得不愉快，常常起冲突。结果呢，就在一次的冲突中呢，被这个班长呢出手过重，打死了。上人忍着悲痛，听着这个心碎的母亲呢，向上人诉说这个过程呢。上人立刻跟母亲说呢，上人的开示就讲说，我们要原谅人家，不要让另外一位母亲还要为失去儿子而悲伤。就讲这句话。苏妈呢，边听边哭，很勇敢的说：“师父，我会听你的话，不会追究那位班长的责任。”这里面也是有因果的关系啊。了知因果，就知道怎么去甘愿接受；不了知因果，就会怎么样？怨天尤人，哀怨痛苦。上面这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歌中的道理的。你看，上人也是如此啊。所以现在有时候社会上发生这种问题，我们都会想：哎呀，如果我是那一位被害者的家属，我也是要用这种心态来面对这个加害者害人的这个人啊。这个都是非常高智慧的哈。好，第10题，请解释人间净土跟西方净土之不同。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一点了。人间净土跟西方净土有什么不一样啊？学佛的人常常都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往生净土啊，都会这样子讲的，对。但是不一定很清楚哦。我回答他，我说不论弥勒净土，或东方琉璃净土，或者是西方极乐净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啦，就是什么？净土是方便法门，每一尊佛要度众生，都要从方便法入门嘛，从开方便门嘛。但是方便门不是目标，最后是要示真实相给你看，这方便法。所以净土是方便法门，它是一个阶段性与方便性的什么善巧施设，一个善巧，一个权巧了啊。净土中呢，是强调在娑婆世界修行，也就是在人间修行呢，才是正常的法门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呢，那只是一种方便法门啊。虽然成就会慢一点，但是容易修嘛，因为念佛啊，对，持咒啊，拜忏啊，等干什么啊，这容易修，所以称之为什么易行道啊，容易的易了，易行道。那菩萨道呢，这强调什么？人间佛教跟什么佛法生活化，强调要将人间路跟菩提道衔接啊。因此呢，需要走入人群，去接受人跟事的磨练跟考验。而现在五浊恶世里面的人群中呢，就充满着习气深重的众生。在这样有如污泥的人群中去修炼呢，更需要具备什么信心跟愿力啊？这个不容易啊，菩萨道很难行啊。做个老官，像个老奴，做的要死，被人家嫌的要死，不要做可不可以啊？对不对？又要出钱出力，就是这样子哦。在人群中就面对这样的考验，所以你必须具备信心跟愿力，很重要。没有信心跟愿力，都很难走这个菩萨道了啊，这个不容易。所以叫什么？叫做难行道。然而呢，莲花因为有入污泥，才有可能开出清净的花朵嘛。同理，有众生的地方，才能成就菩萨道，也才能成就净土。所以《维摩诘经》里面有讲一句话，他说：“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讲这句话非常好，大乘佛法的思想。所以东方或西方都只是个代名词啦，东方琉璃净土啦，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没有南方北方了啊，其实它只是个代名词嘛。净土也不在东方或西方，它就在我们心中，在人群中，在日常生活中
更是在眼前，不是在天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理念叫什么？叫做唯心净土。唯有的唯啦，唯心净土。简单讲就是什么？万法唯心造的意思啦。东方西方哪里多远多远，最后还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心的这个地方，万法唯心的意思了哈。所以这个呢，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一心清净，当下就是净土。相反的，只要心不清净，当下就是秽土啊。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很容易懂了哈。好，最后一题，第11题，你相信命运吗？你相信算命的可以帮我们改运吗？这个学佛大家都会比较清楚了啊，但是没有学佛的人，可能有些地方也还是没有很清楚。那我们这次我们就看可不可以解释得很清楚，让大家了解哈。一般人说命运，以佛法的观点叫做业力，所以命运是凡夫业报现身的业报生的什么命中注定啊。我们讲命运啊，就是我们这个业报生的命中注定，叫做命运啊，也叫做定数，本来就在那里的，不是凭空了，这本来就有在那里的。然而学佛之人呢，可以靠福慧双修来自我改运。本来有这个定数啊，后来变了，你不是说不能改吗？可以改的，叫做变数。所以过去所造恶业已经定了嘛，无法让它减少嘛，这叫什么？这叫做定业难转啊。但现在可以怎么样？改往修来啊，积极的改啊，诸恶莫作啦，众善奉行啦，不要再造新殃啦，过去做就做没办法了，不要再继续做，赶快停啊。现在可以改往修来，积极的行善造福，这样会让恶业呢相对的变少。本来只有恶没有善嘛，那现在呢，恶不要再增加了，善增加了，这样的比例就是恶业比例就减少了嘛，叫做什么？叫做众业轻报啦。福业如果能累积跟持续的话呢，这即使你有过去的定业，过去已经做的这些恶业定业，也可以众业轻报，轻报就化无了，这个就叫做变数了，对不对？还是可以改变的。相反的，如果恶业大过善业，恶业很多大过这个善业，那恶报就现前了嘛。当然是什么？当然是诸事不顺啦，凶多吉少啦，命运怪力啦，或者家里不吉祥，就是这个意思嘛。这就是定数，你自己做来的不是凭空跑出来，你自己做的。所以命不必请别人算，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改运啊。算命的如果这么会改运，怎么改不了自己的命运呢？命运的好坏是决定在自己，因为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言行造作，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什么人生的成绩单呐。到最后要给阎罗王看呐，才知道你要去哪一道啊，还是要成佛啊，还是要六道里面的天人、阿修罗、地狱、鬼道、畜生哪一道啊？要打分数啊，下哪一道啊，对不对？就有智慧的人是操纵命运，没有智慧的人是被命运操纵如果说不口说好话，也不手做好事，也不脚走好路，甚至无恶不作，或者是迷信重重，心无正念则名字跟风水怎么改也没有用，因为这个跟名字跟风水无关，而与我们常常是否在自己的心中种下善念的种子有关。种子就是因嘛，你种这个好因下去，当然就好果嘛。你不种善因，要得善果，怎么可能呢？对，因果循环是恒古今不变的定律，是自然法则，没有人可以例外的。这种因果定律是你相信就有了，你不信的话，当然还是有，不会你说我偏不信就变成没有了，不会的，你偏不信也是有。要好命或好运，就要种下好命跟好运的因。唯一能创造自己命运的，唯一能改造自己命运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不必靠别人帮我们改运这就是正信佛法的正思维。好，11题全部结束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到此告一段落啊！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次再见，感恩。